我是甲方建筑公司的采购主管。为了集团接下来的大宗采购项目，我已经连续加班大半个月了。公司里所有的采购大小事都是我管。你为什么每天都跟我老公联系，还给他发玫瑰花？这大半夜的，哪来的神仙？亲爱的，我发现你每次发完工作内容后，都会在后面加个玫瑰花。玫瑰花是很好看的，但是呢，玫瑰花其实它有别的含义，你是知道的吧？我家老公很喜欢跟我交流工作滴，所以我看到了会比较好奇，你为什么要给他发玫瑰花呢？你们就单纯的聊工作不可以吗？而且我发现你们交流的真的很频繁哦，晚上9点以后能不能尽量不要发信息打电话了呢？为了避免一些不必要的误会，还请以后注意工作时间以及措辞哦，专注工作本身的交流，不要有多余的小动作，你觉得呢？神经病吧？我发个红玫瑰，表情是触犯了天条吗？因为日常沟通经常会有需要对方配合的时候，所以我习惯用此方法表达感谢。我跟所有的合作伙伴都是这样沟通的。当然，如果不加玫瑰花能让你有安全感的话，不加也无所谓。晚安，早点休息。好家伙，话没让我说完，直接把我拉黑了。行，娇妻是吧？跟我玩这套是吧？小鱼，集团那个500万的大宗采购单子，昨天不是让你们做最后比价吗？是的，橙子姐，领航建材的王总那边报价目前是最有优势的，我们正在核对最终数据。不用核对了，把这500万的单子给优拓建材。啊？可是领航建材那边一直跟得挺紧的，各方面条件也合适。我说了，给优拓建材，马上去办。喂，橙子姐，是领航建材的王总，他得知订单没了，赶紧联系我，问是不是有什么误会。王主管啊，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？怎么突然说单子给别人了呢？我们这边各方面都配合得很好啊。王总，没有什么误会。那怎么突然就……以后没事别联系了，省得造成你们夫妻间的误会。发什么愣？干活去。你们看了没？这可是领航建材老板娘亲自发出来的，每一朵玫瑰花都圈出来了，证据确凿啊！天哪，真没看出来，咱们黄主管平时雷厉风行的，私底下玩的这么花。给各路领导和供应商都发玫瑰花，这不就是广撒网勾引吗？这年头，为了上位和拿项目，什么做不出来啊？物以类聚，这种女人我见多了，倒是没想到这姐妹还挺能折腾。我为了最近的项目忙得焦头烂额，公司关于我作风的流言却四起了。工作时间不在工位，在这开故事会呢。行政部的 KPI 现在是按造谣数量考核的吗？黄主管，我们就是随便聊聊。有这个闲工夫，不如多读2本书。这种被凝视和八卦的感觉，多少让我有点不爽。如果再让我听到一句闲话，咱们就直接去 HR 办公室聊。尽管正常的人还是很多，看了只会一笑置之，但这种无聊的把戏还真是让人恶心。橙子姐，前台有人找。谁啊？没有预约不见。是花儿，有人送了一大束99朵玫瑰来公司，指名道姓给您的。花？你既然那么喜欢送玫瑰，那就送个够吧。希望以后你老公每天上班都能收到女同事送的新鲜玫瑰花，落款替你送给全公司男同事。我真是无语了，这女人还有完没完啊？我在微信发个红玫瑰的表情是触犯了天条吗？这些娇妻整天不上班就不能找点别的事情做吗？真的不能在家买个镜子先照照自己的老公吗？哟，小橙子，谁送的玫瑰花呀？这么大阵仗。女的送的。陆远，你是不是神经病？这世界到底有没有精神正常一点的人？我只是表达一下对你魅力的钦佩而已。给我让开，好狗不挡道。因为对玫瑰花表情产生了严重的 PTSD， 我最近的工作推动的极为不顺。一个王牌采购人失去了所有力气和手段，在角落里悄悄地碎了。
每天看着自己说的话，感觉像在毫不客气地下达命令。不行，得改。为了表明友好的工作态度，我只能强迫自己带上这些奇怪的后缀。但这玩意儿显然是有严重弊端的。小橙子，我问你个事儿，你是不是看上我了？你有病吧？那你为什么最近总是在微信上跟我撒娇，一口一个哇，一口一个拉的？ Oh my god， 原来真的有这种人吗？还不是个例。给正方形发玫瑰花表情，他老婆会误会；给长方形发语气词，长方形自己就误会上了。天要亡我啊！陆远，正常点好吧？我只是不想让自己看起来像个无情的工作机器。但是你现在很像一个会撒娇，但是依然很无情的工作机器，感觉更怪异了，甚至有点惊悚。山猪吃不了细糠，你就不配我给你好脸？你也没给过我好脸啊！发给别人都是亲爱的、亲宝贝，发给我就直接叫鹿狗。你做人能不能不要这么双标啊？滚远点儿，忙着呢。嘿嘿，行，你继续当你的工作机器吧。是真的忙。后续还有大量复杂的谈判工作在等着我的团队。橙子姐又来了，又怎么了？有人往前台送了上好的玫瑰花茶，留言上写着说是您给咱们公司男同胞买玫瑰花茶，神经病吧？我真是服了，这还没完没了了是吧？啊，小鱼，重新准备表格，把这个领航建材的名字给我从所有名单里彻底去掉，立刻通知他们，不用准备后续的任何资料了。从今天起，切断跟他们的一切合作。是，橙子姐，我这就去办。喂，是于助理吗？我是领航建材的老王啊。王总，你有什么事吗？黄主管已经交代过了。不是，于助理，我刚才想联系黄主管解释一下之前的误会，但是我发消息发不过去，后知后觉才发现我好像不在他的好友列表里了。我是不是哪里做的不对，他把我给删了？您能帮我问问吗？橙子姐，领航的王总打电话来，一直问我是不是有什么误会，还问是不是您把他微信给删了，这怎么处理啊？我在他列表哪里，他就应该在你列表哪里。明白了。王总，不好意思，我们这边很忙。橙子姐，其实这个供应商之前一直配合的挺不错的，他们在产品的质量和价格上都完全在咱们这次大项目的考虑范围内，真的不再考虑一下了吗？这么热门的建材产品，难道整个市场上就没有替代品了吗？在供应商里想找出跟他们价格和质量相当的，直接替换掉就是了。我是跟他们合作，让他们赚钱，我不能既让他们赚了我的钱，还要给我自己添堵吧？这是什么道理？哇塞，今天下午茶这么丰盛，咱们这个月经费这么多吗？太爽了吧！谢谢部门的投喂。别看我啊，没发经费，上个月的都还扣着呢。那是谁点这么多啊？连着送了3天了。好了，都先回去干活吧。哟，又喝上了，还是你们采购部惬意啊？今天还有别的吗？我拿到我们部门分享下，别浪费了啊！小橙子主管，喝你的水去，少来我们部门蹭吃蹭喝。连送3天，办公室经常有人请客，所以一开始大家没意识到，但现在看来，各位，这估计是某个供应商请客的，之前不也总有这种事儿？大家都记得对号入座一下，等经费下来的时候，咱们务必回请过去，绝不占人便宜。这连续3天的下午茶是那位领航建材的王总送的，我立刻让助理回请回去，毕竟后面都不打算合作了，哪怕是一杯咖啡，我也不想占人家这个便宜。小鱼，去订一批同等价位的下午茶送到领航建材，把账结清。好的，橙子姐。于助理啊，我可算联系上你了。我前段时间一直在外地出差，现在正在赶回来的路上。咱们合作过程中如果有什么误会，我亲自来公司给黄主管解释。那个黄主管的微信我怎么也找不到了，是他把我拉黑了吗？
能帮我问一下，我是不是有什么地方冒犯到他了？王总，你要不要看看你自己的黑名单呢？天哪！谁拿我的手机把黄主管拉黑了？我真服了！我说我怎么找半天没找到？于助理，你跟黄主管说，我等会儿就到啊，让黄主管等等我，我一定要当面跟他解释清楚。橙子姐，这怎么办？橙子姐，领航建材的人来了，我把他们安排在会议室了。橙子姐，我去敷衍一下，打发走算了。人家既然诚心诚意的从外地赶过来了，这一面还是有必要见一见的。你去倒2杯热茶端过来。王总，这大老远的，你这个不要脸的狐狸精！幸好刚才处理工作耽误了一小会儿，茶水放凉了，不然这一下不得给我烫出个好歹来。我这辈子还没这么狼狈过，兢兢业业7、8年升到主管，今天居然被当成小三打上门了。你就是黄成吗？不问清楚就泼上来，不怕泼错人吗？你是黄成吗？我是。那我就没泼错人。退一万步说，我就是泼错人了，又能怎么样？我老公1年给你们提供几百上千万的钢材，我就是泼错个人，又能怎么样呢？这卖货的倒比我这个成百上千万的甲方还得意了，他不会以为我们非他们家不可吧？然后呢？你这是什么态度？看到了吗？这一切都是因为你，因为你勾引他的爸爸，意图破坏他的家庭，他才会没有在家里睡午觉，而要来这里受罪。请问你是从哪里断定我要勾引你老公呢？你整天给他微信发玫瑰，我数了，发了372个。你知道男人是不能够考验的，你这样勾着他，他怎么可能没感觉？你没发现他对你态度特别好吗？整天低声下气的哄着你，不就是你的勾引战略奏效了吗？姐姐，我真的要崩溃了。有没有可能他巴结我，是因为我是他的大甲方呢？还有，你还经常没事给他发咖啡的表情，那不就是叫他请你们喝咖啡吗？我今早查了他手机订单，才发现他人在外地都不忘给你点咖啡，还连点了3次。小姑娘，人能力差没关系，但一定不能心术不正，尤其男女大防这块要特别注意。已婚的男人那是你碰不得的，不要看到男人条件好、事业有成就往上贴，这些有家庭又优质的男人可不是你能妄想的。优质男，第一次有人对优质男给我进行了具象化。有家庭的优质男来了，我活该没对象，我真的应不下去。黄主管，真是不好意思，我来迟了。这2天一直外地出差，现在生意难做，只能上门去要账。像你们这样能现金进场的甲方，真的太少了。没关系，王总，合作都是要看缘分的，天时地利人和，财自然也就来了。黄主管说的是，我听说这次采购建材的合作之前一直在走比价流程，怎么忽然就暂停了？因为你老婆用你手机把我拉黑了，我联系不到你，我怕之后你也是这种工作状态，那正式合作以后对我们来说就是后患无穷的。我们前期谨慎选择供应商，也是为了避免这种风险。黄主管，这件事我还是要郑重跟您道个歉。你为什么一直跟他道歉？你为什么这么怕他？闭嘴！不好好在家带孩子，不是查我手机就是查岗，现在还跑到我客户公司来闹腾，你这是疯了吗？查你岗是因为在乎你，如果你少跟别人眉来眼去，我可能会这样吗？你没有工作过，有些事情你不懂很正常，我都跟你一一解释过。人不是机器，需要一些表情、一些语气词来表达情绪。职场也是有自己的规则的。你们工作难道就不能就事论事吗？我们就是在就事论事啊！我现在跟你也是在就事论事。我工作的事情不需要你管，你安心在家带好孩子就可以。你的工作环境我不可能放心的。你带小宝先回去吧，我跟黄主管还有事谈。有什么事情不能当着我的面谈呢？王总，家里的事情解决好，咱们再讨论工作的事情吧。我去换身衣服，等下还开会。对了，我助理应该给你发了资料，看看吧。回见。他助理又是谁？男的女的？给你发的什么资料啊？我知道了，是不是就是那个成天跟你捂嘴笑的那个，还是咧着嘴坏笑的那个？祖宗，我在工作呢，你先回去吧，我送你走。你能不能别整天跟这些人咖啡来咖啡去，可爱来可爱去的啊？苍天，他们真的看不上我。那谁知道呢？你条件这么好。你干嘛去了？现在搞采购都这么高危的吗？领航建材的王总你认识不？认识啊，刚楼下还打了招呼。
不会是他老婆弄的吧？我刚看王总一直在那儿哄他，有病吧？他不是应该来哄你？我头一次见供应商泼采购一身水的，倒反天罡啊！不过他要来哄你，估计更晚了。他老婆真的会发疯的吧？鬼知道，谁要他哄我？给老子道歉好吗？赔我精神损失费 OK？ 当时被淋了就应该立刻出来换衣服的，空调底下待那么久不难受啊？当场要是退出来了，明天全公司的人都知道我当小三了，还被原配抱着孩子找上门泼茶。作为公司领导层，偶尔还是要为同事们奉献一些笑料的啊！我也很无语，好吧？我刚刚买了这回来，助理问我为什么喝这么腻歪的，我说拿给你的。你知道他当着全办公室的人面说什么吗？说什么？他们说我是黄鼠狼给鸡拜年，没安好心。你这明明是无事献殷勤，非奸即盗。我这叫脱裤子放屁找事儿干。是英雄惺惺相惜，我都懂的。你懂个屁！橙子姐，我今天下午想请假，上周不是加班的，申请调休呗。你怎么不问我为什么？我上次问你为什么，你叫我离你的私生活远一点。这次完全是工伤。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？昨天晚上11点，领航的王总问我要资料，我爬起来给他找，结果他老婆就发来这堆长篇大论，教育我职场礼仪。又是那个颠婆。你好，小美女，看你跟我老公联系的频率，就知道你们很熟悉了。我结婚前也在职场工作过1年多，深知很多职场礼仪，不知可否跟你探讨一二呢？王夫人，我有点困了，如果回复迟了，还请谅解。还是要先跟您声明下，我跟王总就是简单的甲方和乙方的关系，建议您先看完我们之前完整的聊天记录。我老公很爱跟我讨论工作的，我结婚前也是像你一样工作狂，11、2点还在回客户的信息。可有一天，我就突然想通了，为什么我工作的时候不考虑下领导呢？他晚上是否要休息，是否要陪妻子和孩子？如果你考虑了，你就不会这么晚还在发信息给他。你也别说我没看完聊天记录，我家亲爱的手机密码我全都知道的，我从头看到尾了。我只能告诉你说，夜深人静的时候，男人是很脆弱的。你在这个时候向他展示你的工作能力，确实是很能打动人。比如说我老公，他就是数次向我表达过，你们公司的小女孩都很努力。小妹妹，人努力是对的，但是千万不要努力错了方向。我家老公确实很优秀，但是你搞错了，他不是这种拈花惹草的人。以前的事情我就不追究了，以后请你不要在晚上8点以后给他发信息。顺便说一下，他给你发你也别回。算工伤，你等会儿就可以回去休息了。我真的快被气死了！休息之前把采购订单下一下，就订优拓建材吧。不休息了，我继续为公司卖命。橙子姐，你是我永远的姐。500万的单子，多少人盯着？搞完我心态，又搞我员工心态，换个供应商而已，真当我们甲方是吃素的？黄主管，您来了。王总，坐。今天过来是有什么事情吗？我还在忙，估计不能陪你太久。最近实在不好意思，我太太有点疑心病，给您和您下属带来了麻烦。我今天来主要是带她来给您道个歉。对不起。有关系。开玩笑的。王总，我手下的小姑娘昨天半夜爬起来给您发资料，结果被教育了一顿。小姑娘皮薄，气得在家哇哇大哭，今天都没来上班。我都知道的，我今天在通讯软件跟她真诚的道歉了。所以你明白黄主管讲这件事情的原因吗？哦，我懂的，我回头给小姑娘买份礼物。不是的，他是告诉你，这就是不用领航的原因。咱们公司没别的，就是有钱，但有钱人也抠搜，每个部门就那么些人。今天这个不上班，明天那个不上班，项目就转不开了，项目转不开就延期，延期就耽误工期，耽误工期咱这活以后就接不到，接不到活咱们老板还有个屁钱。这就是个死循环，我总不能明知山有虎，偏向虎山行，对吧，王总？我明白的，就是来真诚的道个歉，希望黄主管不要因为我太太的话伤害了我们合作的情谊，以后有合作千万别忘了我们。忘不了。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！利用采购部姑娘去跟经销商套近乎，底下连商品品类和价格都不打码。这领航的王总算是彻底废了。网络上的事情就不要太在意了，脑残发言就更不要计较了。我有点头疼。没笑你，
这貂蝉玩的一般，我被他气笑了。滚出去上班！一听到我喊皇城来，你那屁股就焊在我沙发上了。你就这么想看我笑话？舅舅，皇城的意思是他被气得头疼，应该算工伤，他想休息2天，带薪的那种。神人啊，结语草本草。休假肯定不行，多批你们部门2个月补贴吧。趁周末带他们团建去吃点好的。谁想周末团建啊？吃点好的可以。听说楼下新开的日料店，我今晚带部门女孩去消费一下。今天不打卡，可以吧？可以，你把路远带着吧，他也想吃点好的。我们部门聚餐带他干嘛？他有你这个舅舅，啥好的吃不上？带上吧，带上吧。王总夫妇被赶走后，这几天我总觉得背后有一双阴冷的眼睛在盯着我。这极其拙劣的伪装，还有那股子理直气壮的怨妇气质，真以为别人瞎吗？皇城，你这个狐狸精，我今天一定要抓到你勾三搭四的铁证，看你还敢不敢嚣张。哟，小橙子主管，下班这么晚啊？顺路吗？搭个车。你怎么在这儿？狐狸精，终于让我抓到把柄了！我看你这次往哪儿跑！这车牌号怎么这么眼熟？王夫人不是不喝这种东西吗？原来是他，不仅在会议室里给我翻白眼，还端着热可可献殷勤。皇城这个狐狸精，竟然是个不折不扣的海后，在公司里跟别的男同事暗度陈仓，连下班都要坐人家的车回家，真是不知羞耻，水性杨花的。师傅，跟上前面那辆黑色的 SUV， 跟紧点，千万别跟丢了。今天谢谢你了，群里还有一堆烂摊子要处理，我就不请你上去喝茶了。我去地下车库停个车，顺便帮你把后备箱里公司发的中秋水果礼盒搬上去。行，那我去取个快递。皇城，你个不要脸的！我看你今天往哪儿跑！你有完没完？跟踪我到家，你知不知道这是侵犯个人隐私？我可以报警抓你。报警？好啊，你报啊！你这种勾引别人老公的狐狸精，还有什么隐私可言？你在手机上天天给我老公发玫瑰花，半夜3更勾搭他，背地里今天又上了别的男人的车。你公司的男同事都满足不了你这只，非要来破坏我的家庭。哎呀，这小姑娘看着挺正经，怎么干这种事儿啊？就是破坏别人家庭，真是造孽啊！你继续说，既然你想把事情闹大，那我们就保留好证据。你刚才说的每一个字，包括狐狸精勾引别人老公，我已经全部录下来了。根据《治安管理处罚法》第42条，公然侮辱他人或者捏造事实诽谤他人的，处5日以下拘留或者500元以下罚款；情节较重的，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，可以并处500元以下罚款。你少拿法律来吓唬我！你做了不要脸的事儿，还怕别人说吗？你敢不敢把你每天给我老公发的那些玫瑰花给大伙看看？让一让，麻烦借过一下。哟，我当是谁在我们小区楼下开演唱会呢？原来是领航建材的王夫人。怎么，贵公司最近是不是要倒闭了？王总连买菜的钱都不给你了，逼得你大晚上跑到别人家小区来表演泼妇骂街，赚取同情。你就是那个在车上跟他鬼混的男人，果然是蛇鼠一窝。王夫人，我劝你脑子如果实在没用，可以捐给有需要的人。第一，黄主管取消你们合作，是因为你严重干扰甲方工作。第二，我和黄主管是同级同事，清清白白，不像你，一想别人觊觎你那老公，就你老公那种年纪大、头发秃还软弱无能的男人，倒贴给我们黄主管，他都嫌油腻好吗？
喂，小区物业吗？中庭广场有个外来的疯女人寻衅滋事，派几个保安过来，顺便我报个警。你们给我等着，这件事没完！行了，收起来吧，人都跑没影了。今天谢谢你，不过我总觉得这件事还没完。你又去干了什么蠢事儿？我干什么蠢事儿？我是去帮你捉奸。那个姓黄的狐狸精有多嚣张？那个叫陆远的野男人竟然敢当众报警抓我！捉奸？捉你的奸！因为你像个疯狗一样去闹事，500万的单子彻底黄了，我押上了所有流动资金，现在贷款马上逾期。今天我接了20多个催贷电话，领航建材马上就要破产清算了，你居然还有脸跑到别人家小区去找事儿！非但没愧疚，反而撕破脸皮，破产怪我？你自己没本事，连个女采购都搞不定，反倒来怪我？那个黄成凭什么把单子给别人？还不是因为人家背后的男人有钱有势？你看看你现在这副窝囊废的样子，陆远说的一点都没错，你就是个年纪大、头发秃、软弱无能的废物，我瞎了眼嫁给你！你敢打我？你在外面当孙子，回家打老婆，我跟你拼了！你到底还要我怎么样？指望这个蠢女人去挽救危机，根本是痴人说梦。既然正常的商业规则走不通了，那就别怪我下黑手了。陈总，你可算来了。陈总，咱们合作这么多年，我什么时候掉过链子？就因为一点家属之间不懂事的小摩擦，黄主管不由分说，直接切了我500万的单子。我现在资金链马上要断了，公司要是破产，我就只能跳楼了。陈总，他这是要逼死我全家呀！老王啊，小黄是我们采购部主管，年轻气盛，有时候连我这个副总的面子都不给啊。这事儿难办。陈总，这只是一点茶水费，只要您能从高层施压，逼黄成把订单还给领航建材，等资金回笼，利润我直接拿出1半孝敬您。黄成平时滴水不漏，借这个机会打压他的锐气，夺回采购部的控制权，一箭双雕。既然你都把话说到这份上了，放心，这事儿我出面替你解决。优拓建材的单子，我会让他吐出来。多谢陈总，陈总是我的再生父母。黄主管，手头的事情先放一放，陈副总让你现在立刻去他的办公室一趟。来者不善。小黄啊，先坐。听说你昨天把领航建材的老王踢出供应商名单了？是的，陈总，他们严重影响了团队正常工作。综合评估，优拓建材更符合项目需求。小黄，你这就意气用事了。老王跟咱们合作多少年了？听我的，把优拓合同压下来，换回领航。陈总，您如果觉得这是鸡毛蒜皮，那您看看这些。这是前天王总妻子冲进会议室泼我茶水的截图，这是昨晚半夜他给我助理发的几10条骚扰短信。这都是女人家不懂事，老王已经教训过了。咱们做领导的格局要大一点。格局不是用来给疯子垫脚的。我手下的兵熬夜加班，凭什么半夜忍受家属的精神霸凌？领航现在就是定时炸弹。黄成，你太放肆了！我是副总还是你是副总？我命令你调整供应商。采购部有严格制度，您非要用领航，请下达带有您亲笔签名的书面文件。以后出任何延误，全由您一人担责。拿到文件，我立马盖章走流程。如果没有别的事，陈总，我就回去工作了。好你个不知天高地厚的黄成，敬酒不吃吃罚酒。今天我来旁听一下采购部的周例会，顺便就你们最近不太规矩的操作公开梳理梳理。陈总，
采购部一直按规章办事，您说的不规矩指哪件？我就直说，你昨天把领航剔除，火急火燎定了一家优拓建材，500万大单，这流程合规吗？关于领航，我昨天解释过了，优拓是综合报价、交期和抗风险的最优选，流程全在系统里，完全合规。最优选，随便找借口踢了老供应商，换来路不明的新公司，这中间的猫腻，怕是只有你自己清楚。在500万项目上搞私人定制，吃相未免太难看了。陈总，您不能血口喷人，优拓报价比领航低5个点，质量更好。大人说话轮得到你插嘴吗？我看你俩就是一丘之貉，合伙搞垮老供应商。既然陈总质疑我的专业度，那就用数据说话。这份文件详细记录了2家近1年的市场波动、授权资质和财务状况。哟，这么热闹，在走廊就听见陈副总中气十足的声音了。陆远，你懂不懂规矩？出去，出去！陈总别生这么大气嘛。听说有人质疑黄主管的决策，刚好我这儿有份市场部联合尽调报告，这是优拓和领航近3年的全方位对比，优拓全包围式碾压，最精彩的在后面。上周，领航建材近800万短期贷款即将逾期，上游供货商已开始催款。通俗点说，领航现在的资金链严重断裂，随时可能爆雷破产。黄主管为保500万大单，果断止损。陈总倒好，扣顶帽子逼他用快破产的公司。陈总，若真用了领航，下个月项目烂尾，每天几10万违约金，是您用年薪填坑，还是卷铺盖担责？行，你们有理，这事我不管了。女士您好，请问您找哪位？有预约吗？预约？我可是陈副总的贵客，让开！老娘今天就让你卷铺盖滚蛋！刚才谢谢了，要不是你的尽调报告，我得多费不少口舌。这种想搞裙带关系的老油条哪里都有。你今天干得极其漂亮，坚守了底线。以后再遇到这种试图拿权力压你的恶心事儿，别自己硬扛，我会替你挡回去。有我在，谁也别想动你。你们陈副总呢？就说领航建材的王夫人送贺礼来了。这位女士，陈总正在拿了我们家那么多钱，正事怎么还不办？外面吵什么吵？陈总，我是领航老王老婆。他昨晚刚给您送了10万块红包，说您答应替我们办事，我又买了2盒血液来看您。你胡说八道什么？保安，快把这疯女人拖出去！报警！好啊，你个姓陈的，收了10万块，连个主管都搞不定。大家快看！这高管昨晚拿了领航10万，答应今天开出皇城，现在想赖账。堵上他的嘴，快堵上！陈副总，你这办公室挺热闹啊。老板，把这女人扔出去。通知陈副总立刻来接受内部合规调查。放开我！放开我！老板，我是被套路了。他昨晚送了10万，但我看了尽调报告，知道领航不能用，我已经把10万原封不动退给他了。这是截图。这家人是神经病。包藏祸心，拉我下水，我不伺候了。您拨的电话正在通话中，请稍后再拨。王总，别打了，你老婆把10万块的事儿嚷嚷的全楼都知道了，老板亲自调查，陈总为自保把你卖干净了，领航被我们永久拉黑。这个蠢货！你个发癫的疯婆娘！王建国，你发什么神经？在外面窝囊，回来砸家里的东西算什么男人？我窝囊？对，我就是太窝囊，才会由着你一次次把我的心血踩碎。
你今天去干了什么好事？跑去人家公司大喊大叫，陈副总收了10万块钱，你脑子里装的全是屎吗？舔着脸求爷爷告奶奶才送出去的救命钱。那是陈副总自己怂，收钱不办事还不准我说。要不是皇城那个小三儿作梗，能变成这样，我这是帮你出气。帮我出气？哈哈哈！陈副总为了自保把钱退回，拉黑我，领恒建材彻底上了黑名单，500万大单没了，公司资金链断了，马上就要破产了，你满意了？为了抓你臆想的小三，你跑去人家会议室泼水，半夜骚扰人家助理，现在把唯一能救公司的高管彻底卖了。你不是在帮我，你是在要我的命。离婚吧。你说什么？我说我们离婚，明天一早去民政局。我再跟你这个蠢货过下去，这辈子就彻底毁了。滚！明天给我滚出这个家！皇城，又是皇城，想离婚跟那个贱人双宿双飞，做梦！既然那个贱人要把我逼上绝路，那大家就一起死。皇城，你个臭娘们儿，你以为甩了我，找个优拓建材就能安安稳稳吃下500万？只要掐断源头，优拓就是个随时会炸的雷。喂，老徐啊，这么晚没打扰你吧？优拓建材是不是从你那儿进了一大批货？是啊，定金都付了，明天就发车。怎么了？停了他们的货，设备检修也好，环保查水表也罢，压他们半个月。王总，你疯了！优拓是大主顾，违约金我赔不起。违约金我替你出。不仅如此，只要你卡住优拓，我私人再给你店15个点的利润贴补，50万现金，明天一早打你账户。只要他的新订单因为交不出货而烂尾，他皇城就干到头了。哟，小橙子主管今天气色不错嘛，看来没被前任奇葩供应商影响食欲。有陆特助当门神，什么妖魔鬼怪敢靠近？优拓对接很顺畅，明天第一批原料进场，项目就稳了。这么自信？定时炸弹拆了，机器当然转得快。黄主管，出事了，出大事了！慢点说，到底怎么了？优拓厂长刚打来急电，他们的6家核心原材料供应商，半小时前突然同时宣布断供，理由全是设备故障，没有原材料，生产线明天全得停工。厂长说他交不出货了，我们的新订单要全面违约了。6家核心供应商同时设备故障，糊弄鬼呢？这绝对是有人在背后下黑手。领航建材那个姓王的，这是被逼急了，狗急跳墙，想玩同归于尽，搞垮我的供应链，逼得项目烂尾，让他重新上位。他做梦！别慌，天还没塌，现在立刻去资料室，把优拓所有合同副本、备选供应商名录、紧急预备金审批单全给我带上。去哪儿？去林氏优拓建材的生产基地。工期就是命，我必须实地把这个局给破了。天气预报今晚特大暴雨，300公里开夜车太危险了，要不我……来不及了，就算是下刀子我也得去。这是我选的供应商，这趟浑水我必须亲自趟。王建国，你以为这种下三滥的手段就能卡住我的脖子？我皇城绝不低头。陆远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那什么，老板说这单子太重要，让我这个皇亲国戚亲自来替他考察进度。怎么，
高速公路是你家开的，只准你连夜赶路，不准我微服私访。行吧，钦差大臣，既然来了，那就一起去趟这趟浑水。黄主管，这事实在太邪门了。这6家原料厂下午像商量好的一样，集体发难，要求全额现金结款，就算给了钱，也说产线检修不发货。明显的挤兑，现金流加交期双管齐下，直接卡死你们咽喉。我打听过了，是王建国那王八蛋发了疯，给天价贴钱补损失，非要搅黄咱们这批货。没有原料，明天一早就得停工，面临巨额违约金。黄主管，您的项目怕是要跟着烂尾了。是我，通知老金他们几个，半小时内我要外省调一批高规格的建材原料，不管用什么办法，天亮之前必须有30辆重卡抵达林氏的优拓建材，运费我出双倍，谁敢在这个节骨眼上掉链子？别这么看着我啊，老板下的死命令，我这个跑腿的可不敢含糊。外省几个朋友正好有现货，已经安排连夜装车了。能一通电话调动几十车物资，绝不是普通关系户。但这筹码，我也不能全压在别人身上。喂，刘总，是我黄成，我需要一批特种辅料，立刻马上。王建国搞鬼，出了天大的事儿我担着，天亮前必须送到。到了，真的到了！黄主管、陆总，两位简直是再生父母。这批原料不仅质量高一个等级，单价还低了10%，我这就让工人全上岗。王建国想用下三滥手段逼我就范，痴人说梦。怎么样，小橙子主管，打赢绝地反击战的感觉如何？非常爽。现在该轮到有人体会什么是真正的绝望了。喂，是不是又拓停工了？黄成是不是急得跳楼了？王总，完了，全完了！半小时前忽然来了30多辆外省重卡，运来的全是顶级原料，优拓没停工，正满负荷生产呢。听说价格比咱们还低。你说什么？人家根本没受影响。王总，您的钱全打水漂了，我们彻底没戏了。别催了，我真的没钱了，再宽限几天。完了，全完了，公司办空了，什么都没了。废物，喝，你就知道喝，被人骑在头上拉屎了，你连个屁都不敢放，都是黄成那个狐狸精害的。如果不是他使下作手段勾引你，公司怎么会破产？我绝不会让他好过。怎么什么都没有？防我防得这么紧，肯定有见不得人的猫腻。不可能那么干净，这狐狸精肯定把证据藏起来了。差价700块，1万吨就是700万，什么狗屁商务预留？这不就是专门留给皇城那个的吗？我就知道，大半夜发玫瑰花，分明就是对暗号。王建国这个死脑筋，被人家白玩了还倒贴钱，这就是铁证，贪污权色交易的铁证。只要我拿去威胁，那为了不坐牢，还不得乖乖把500万订单吐出来？窝囊废！关键时候还得靠老娘出马救这个家。老板，加急，把
把这3个文档全部给我彩印出来，一字不差的印，装订结实点儿。皇城，你的死期到了，马上就能踩在那个高高在上的女采购脸上，撕碎她的皮囊。等会儿要把这些文件狠狠砸过去，逼着她下跪，录下她承认自己是小三捞黑钱的视频。如果不听话，就让她去坐牢。谁？黄主管，别来无恙啊！你以为靠勾引男人睡出来的单子就能安安稳稳揣进口袋？做梦！有病就去治，别在这里发疯，给我让开！我发疯？皇城，马上给我跪下，睁大狗眼看清楚这是什么！这都是你和我老公搞权色交易巨额的铁证。只要我把这些发到网上，你明天就会身败名裂，被抓去坐大牢。这哪里是什么贪污黑幕，这分明是领航建材最核心的商业绝密，是王建国拼死捂住的底裤。这份文件一旦泄露，领航将面临全行业封杀与天价索赔。这疯女人居然偷出自家的商业机密当筹码，怕了吧？心虚了吧？晚了！马上给我跪在地上录视频，承认你是怎么勾引我老公捞钱的，明早立刻把500万订单还回来！你就拿这个东西来威胁我？你干什么？想报警抓我是吧？你报啊！警察来了正好看看你这个小三贪污的嘴脸。我不是报警，是好心给你留条活路。王夫人，在你发网上之前，建议你找个认字的人看清楚，你手里拿的到底是什么。这不是什么权色交易的证据，这是你老公公司的催命符，这是领航建材这几年所有大客户的真实底价和渠道费用。你少在这装神弄鬼吓唬我，这分明就是你们的黑账。你脑子里除了抓小三儿，就不能装点人类该有的常识吗？这是最高级别的商业机密，一旦曝光，同行会踩死你们，甲方会起诉索赔，领航明天就会破产，你老公会上法庭，而你准备好把牢底坐穿吧。编！你接着编！死鸭子，嘴硬！你不就是怕我曝光你那点肮脏事儿吗？既然你不肯跪，那咱们就同归于尽！干什么呢？住手！黄主管，您没事吧？我没事，这人意图寻衅滋事，弄出去，以后不要再放进来了。放开我！皇城，你个心虚的，我一定会让你身败名裂！死鸭子嘴硬是吧？不给我留活路是吧？喂，是本市建筑行业交流峰会的主办方吗？我这里有一笔关于采购黑幕的天大猛料要送给你。黄主管，今天可算见到您了，多亏了您之前雷厉风行的决断，咱们那个项目不仅毫发无损，还提前了1周。今天好几家大总包公司主动来递橄榄枝，这全仰仗您的提携呀。李总客气了，合作共赢，优拓的质量过硬，这是你们应得的。张总，您看我们领航建材虽然现在有点流动资金的困难，但成熟的销售渠道还在。老王啊，我那边还有个重要客户要见，咱们下次有机会再聊。那个被泼水、被我卡死供应链的女采购，现在居然站在金字塔尖儿！凭什么？凭什么这个勾引我老公、毁了我家庭的狐狸精能高高在上受人追捧？我老公像条丧家犬一样端茶倒水，我的家没了，公司破产了，都是因为你，黄城。
这里面是领航建材所有的绝密底价清单，这是你的铁证。笑吧，黄成，我要让你在全行业大佬面前尝尝身败名裂的滋味，我要让你去蹲大牢。各位来宾，各位业界同仁，接下来有请本次峰会重量级神秘嘉宾上台致辞。陆远，那个在茶水间毒舌调侃我穿拖鞋上班的陆狗。感谢各位莅临，我是陆远，代表远川资本及本次峰会的主办投资方，欢迎大家。难怪前几天优拓建材原材料被掐断时，他一个神秘电话就能在半天内从外省调来最核心的资源，狠狠将了王总一军。原来他不但是老板的亲侄子，更是这盘大棋背后的真正执棋者。最后，我要特别致敬那些在风暴中坚守专业底线、绝不妥协的优秀采购团队。行业的明天由你们的骨气决定。黄成，你这个不要脸的，你给我滚出来！干什么呢？保安，快拦住他！各位大老板、投资人，千万别被这个女人骗了。第一排穿红裙子的就是黄成，她根本不是优秀采购，是个靠勾引客户、倒卖公司利益上位的狐狸精。保安呢？都是死人吗？大家都看清楚了，这里面全是他利用职务之便，巨额的绝密账单和底价清单。他把你们大公司的利润像吸血鬼一样吸干，这种就该去坐牢。安保，还愣着干什么？把人给我铐下！别碰我，我是来讨公道的。黄成，你插足他人家庭不对。闭嘴！老公，你快告诉大家这个是怎么的，我把证据都……你打我，我是在帮你报仇啊！报仇？你是要拉着我一起死？那是领航建材最后的底牌。你个扫把星，我要跟你离婚，立刻，马上！两位，请离开。完了，全完了。喂，张总，您听我说，刚刚那都是误会。王总啊，连最核心的底价都能被家属当大字报满世界发，你们的风控简直是个笑话。张总，您听我解释，那个疯婆娘她不懂事，投资的事免谈了，你自求多福吧。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离婚，马上离婚！老子要让你净身出户！老公，你听我说，我真的是为了你。滚！把这个扫把星的所有东西，衣服、包、化妆品，统统给我装进箱子里扔出去，一件都不许留！你干什么？王建国，你疯了！这是我的家，别碰我的东西！你的家？你把老子打拼10年的公司毁了，公司马上破产清算，这房子明天就会被银行查封，你还在做你的豪门破财梦？老公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。我已经向法院提交了离婚起诉，你马上给我滚！我多看你一眼都觉得恶心。黄成、陆远，都是你这对狗男女害的。喂，李姐，是我，娇娇啊，我出了点急事儿，你能不能先借我点钱？我名下的卡都被王建国冻结了。哎呦喂，这不是把自家商业机密当大字报发的王太太吗？李姐，你听我解释，现在整个圈子谁不知道领航建材马上破产，你连夜被扫地出门了。我老公刚叮嘱过，谁沾上你这个毫无底线的扫把星，就是自找晦气，以后别联系了，恶心。
拨打的用户正在通话平时拿我的好处还少吗？现在全来踩我！是皇城，全都是皇城那个千刀万剐的害的。如果不是他发玫瑰花勾引我老公，我怎么会去闹？如果不是他故意拿桥断了订单，李航怎么会破产？好一个恶毒的仙人跳！皇城路远，你们这对狗男女联手做局，害得我家破人亡，我什么都没了，光脚的不怕穿鞋的，我死也要拉着你一起下地狱！你不是清高吗？你不是女强人吗？我倒要看看，等全天下人都知道你水性杨花的真面目后，你还能不能那么高高在上？直接指名道姓放料会被平台封号，甚至惹上官司，要毁掉一个清白女人，根本不需要实打实的证据，只需要最烂俗、最下三滥的黄谣就足够了。H 姓女主管，表面雷厉风行，实则是靠出卖色相上位的行业毒瘤，每天半夜用绿泡泡发玫瑰花表情暗送秋波，索要巨额好处。为了逼 W 老板出局， H 女甚至当面辱骂人家老婆，还有那个 L 姓高层和 H 女在办公室里白日宣淫，联手做局把老实巴交的 W 老板踢出局，逼得人家倾家荡产妻离子散。天呐，我好像知道说的是哪家公司，坐标是不是市中心 CBD 那栋大楼？求爆照，求原版五马大瓜。早看这种整天装高级的绿茶不顺眼了。皇城，你现在已经是全网公认的了，我看你明天还怎么去公司见人，我看你怎么死！这也太恶心了吧！上面说的 H 姓女主管，还有低马尾、修身套装这种特征，就差把程姐的身份证号报出来了。你小点声，这可是重磅大瓜，现在和小全在转。那个爆料人说的有鼻子有眼的，连半夜发玫瑰花表情都写出来了。可是网友不知道真相啊！你看底下那些评论，全在骂咱们公司是盘丝洞，说程姐是靠那种手段上位的，骂的太难听了，简直不堪入目。老大，不好了！你快看网上那个姓王的老婆绝对是疯了，她竟然在网上发帖子造你谣。就这点能耐，我还以为他能憋出什么大招，搞了半天就是躲在臭水沟里放几根不痛不痒的暗箭。可是老大，现在网上的舆论发酵的很快啊，那些不知情的键盘侠全都在跟风骂你，万一老板他们看到了，这对你的名声影响太大了。清者自清，这种没有一张实锤图片，全靠下半身臆想的烂招，只会骗那些没有脑子的人。他既然敢在公域流量上发这种指向性明确的诽谤贴，就得做好承担刑事责任的准备。张律，是我黄成，现在立刻安排人手去各大平台，把所有关于 H 姓女主管的诽谤帖子、传播链条以及评论区数据全部截图保存。对，不需要公关部花钱压热搜，让他发，等热度发酵够了，转发量达到立案标准，立刻去做公证固定证据。既然他想玩，咱们就把他一网打尽，告到他连裤衩都不剩。行了，把眼泪擦干，出去干活，别让跳梁小丑耽误了咱们优拓首批物料进场的进度。黄主管，你快下去看看吧，楼下出大事了！怎么回事？慌慌张张的。是领航建材的那个王总，他不知道怎么混进一楼大堂了，现在正在闹事儿。他到底在干什么？您亲自去看看吧，保安都拉不住他，全公司的人都在围观，影响太恶劣了。黄总，你先起来，别影响我们正常办公。求你们让我见见黄成，黄主管，我知道错了，千错万错都是我那个疯婆家的错，但我公司不能破产呀，我手下还有几十号工人等着养家糊口呢。黄主管，我知道你恨我老婆，但罪不至死啊，你给我一条活路吧。只要你从指缝里漏一点边角料的小单子给我续命，我愿意给你当牛做马。这男的也太惨了吧！公司破产了，老婆还那么作。是啊，都跪下磕头了，杀人不过头点地。黄主任是不是做的太绝了？手指缝里漏一点就能救活一个企业，真把人逼上绝路，万一出个好歹谁负责？
只要声势造大，借着全公司的同情心道德绑架，皇城为了息事宁人，就必须给我活路，不给，别的领导也会逼他给。黄主管，求求你发发慈悲吧！黄主管，活菩萨，求求你高抬贵手，给我一条生路吧！我公司破产了，老婆也被我赶走了，我已经一无所有了。只要你愿意给我分点小单子，我保证当牛做马报答你。你就当可怜可怜我手底下那几十号要养家糊口的兄弟吧。王总，头磕得很响，戏演得也很足，可是你这副可怜相，能掩盖你在背后玩阴招、下死手的卑劣吗？你说什么？我听不懂。听不懂？既然你非要当着全公司同事的面把事情闹大，那我们就把账算个明白。不如你亲自向在场的所有人解释一下，半个月前优拓建材的原材料突然大面积断供，是谁在背后搞的鬼？是你。为了逼我回心转意，暗中动用人脉，买通上游原材料商，强行掐断优拓的供货。你知道那个项目对公司有多重要吗？一旦违约停滞，在场各位的年终奖、公司的口碑声誉，全都要给你陪葬。这就觉得委屈了。你长期纵容你那毫无边界感的妻子，跑到我们会议室泼茶水，半夜骚扰我的助理。更夸张的是，你们竟然蠢到把领航建材绝密的商业文件当成捉奸的把柄，拿去全行业峰会上曝光。是你自己毫无底线，泄露了致命的商业机密，才导致整个行业彻底封杀你。现在跑来企图用道德绑架逼我给你擦屁股。商业合作不是做慈善，我的专业底线绝不容任何人践踏。你今天就算把头磕碎在这里，领航建材也永远都在我的黑名单里。黄成，你这个狠毒的女人，我都给你跪下了！你知不知道我背后还有一大家子人要养？你断了我的财路，就是断了我的命！你不过就是个拿着鸡毛当令箭的打工仔。既然你不给我活路，那我今天就滚远点，别脏了我们公司的大理石地板。陆总，是黄主管他欺人太……闭嘴！我没空听一个商业碰瓷犯在这里泼妇骂街。谁给你的勇气跑来威胁我的人？把他给我扔出去！从今往后，这个人如果再踏进大楼方圆50米，保安部全员扣除当月绩效。是，放开我！你们犯法的！黄成，你不得好死！行了，接下来的工作让小鱼收尾，你现在立刻跟我走。还有几个合同要……天塌下来有我顶着，去吃顿好的。你今天在大堂的表现极其惊艳，冷静、果断。我还以为你又要说我冷血无情呢，别人还以为我是恶霸甲方。黄成，这几年你拼命工作的样子我都看在眼里。我陆远看上的女人，不仅要有雷霆手段，更应该被人在身后稳稳拖住。今天那个人渣的风言风语，你不用往心里去。只要我陆远还在这儿，谁也别想动你一根头发。就算惹出滔天大祸，我也能把你护得完好无损。别看了，明显有人花钱买水军带节奏，我马上联系公关部和法务，10分钟内压下去。骂得好，骂死这个狐狸精，骂死他！不是高高在上吗？我要让全网看清你们的丑恶嘴脸！不够，这还不够，是你逼我的，黄成。
500万、700万，好啊！我就说那个凭什么对我老公爱答不理，这就是他出卖肉体换来的赃款。这种惊天大瓜必须要让全网所有人都看到，我要让他身败名裂，去坐牢。老李，我这儿有个能炸翻整个建筑圈的天大丑闻，保准让你们账号赚足流量。谁呀？哟，这不是王太吗？丑闻好说，规矩你懂的。咱们这行只看钱多少。加上买热搜榜尾的位置，全网矩阵式推送，这些钱够不够买皇城那个身败名裂？我去，王太，你这料够猛啊！这是把人家的祖坟都给刨了。这就对了，给我把事情往最大了闹，我要看着他死。妥了，今晚12点，我保准让这个皇城成为全网公敌。山雨欲来风满楼啊，皇城。今晚有你受的。总监，热搜词条的搜索量5分钟内翻了1倍，10几家野鸡营销号在同步转发，全是在带节奏。控评啊，压不住吗？根本压不住。官微下面倒计时评论已经破万了，对方绝对是花了大价钱买了顶级水军套餐。这已经不是普通的负面新闻了，这是要拔公司的根啊！给我接总裁办公室专线。老板，陆总，情况就是这样。对方预告今晚12点放实锤，虽然打了后马赛克，但隐约能看出带有公司公章的账目。如果不撤热搜，对咱们声誉是毁灭性打击。我建议花钱撤热搜，准备律师函。碰瓷撞到我们头上来了，花钱撤热搜等于默认心虚。我倒要看看哪个不长眼的敢搞这种下三滥的招数。老板，你找我？看看桌上的截图，有人扬言你靠皮肉交易上位，牵扯千万赃款，马上还要放绝密证据。黄主管，对方是奔着让你身败名裂来的。皇城，抱歉老板，我失态了。我当是什么核武器呢？公关部不用慌，更不用花1分钱去撤热搜。为什么？因为这根本不是什么证据，这是领航建材过去几年和各大建筑公司合作的真实底价、利润率以及渠道分布明细。这是王总压箱底的商业机密。王夫人那个没长脑子的蠢货，因为看不懂商业报表，居然把自家公司最核心的机密当成了我受贿的铁证，拿去造谣。他以为这把刀是插向我的，实际上他是亲手捅烂了领航建材的大动脉。看来有人要自寻死路了。老板明鉴，这份底价清单不仅有极限成本核算，还记录了他们给同行其他公司的暗箱返点和差价利润。王夫人那个蠢货只看到了上面庞大的金额流水，以为那是王总给我的赃款。一旦这些东西见光，领航建材等同于在全行业大佬面前直播自杀。有意思，这就好比一个人为了证明别人偷了他1块钱，当街把自己家保险柜密码和造假账本全用大喇叭广播出去了。黄主管，陆总，就算对方爆出来的东西能毁了领航，但只要他们恶意引导，不明真相的网民第一时间攻击的还是我们，坚决不撤热搜，公司股价肯定产生动荡。反噬，我要的就是他疯狂反噬。总监，你算过账吗？如果我们要给公司和新合作的优拓建材买一次霸榜全国的热搜，打响坚持底线的知名度，需要耗费多少千万级的公关费？这起码得几百万打底，还得有营销爆点。现在契机来了，还是对方倾家荡产请水军免费送上门的。既然他们想闹大，我们就帮他们添把火。我们要化被动为主动，趁这波泼天流量，打一场教科书级别的翻身仗。说下去怎么操作？第一步，按兵不动，绝不撤热搜，让咱们的矩阵号暗中推波助澜，把热度往死里顶，让子弹飞。第二步，12点一过，对方发实锤，法务部立刻连夜报警，起诉他们侵犯商业机密并恶意诽谤。第三步，收网。等全行业都被底价曝光炸翻天时，我们在舆论沸腾的最高点，直接抛出我们选用优拓建材的详细比价单和多维质检报告。冰冷的数据会向全网证明，我们不但没收1分钱，反而因为坚守专业底线，为公司节省了成百上千万的真金白银。绝妙，瞬间洗清嫌疑，顺手踩着领航建材的尸体，给咱们公司立了一个极完美的反腐倡廉金字招牌。好，就按黄主管说的办。既然有人赶着送流量立牌坊，我们就敞开大门照单全收。明白，这简直是顶级反向营销，我这就去全面部署。法务部和运营组今晚不睡了。紧张吗？我只怕他突然长脑子，不敢发了。皇城，今天我就让你知道什么叫铁证如山！去死吧，去死吧！看到了吗？这就是你勾引我老公的下场！这巨额的赃款，我看你怎么洗！全网都会把你撕成碎片！
我分发对方动手了。不仅没打码，连各家友商的公章签字都拍得清清楚楚，真是惊世骇俗的天才。他这一发，等于把半个建筑圈的底库全给扒光了游街。法务部全面截图固证，收到，正在存证。运营组按原计划不用限流，用我们所有的资源，把这篇帖子的热度给我顶上去，顶到全行业每一个老板的手机屏幕里。快，水军加推，热搜榜首给我锁死！骂他，给我狠狠的骂这个小三！求求你，不要抛弃我！骂呀，怎么不骂他了？不对，怎么会这样？我是在揭发他呀！就是现在，反击，把优拓的资料全砸出去！发送成功。林总，之前那个项目，您看能不能再宽限几天？老王，你疯了！你老婆把你们底价全发网上了，我现在跟你合作，全行业都以为我跟你一样。滚！全完了。结束了。闹剧收场，该往前走了。老板你好，看看我家的小件建材，价格绝对最低。黄总，对不起对不起。黄总，您认识那个人？领航建材的老板王建国，不知道您听过没有？知道，1年前就倒闭了。对呀，听说他老婆把底价全网曝光，还作死造谣，两人离婚闹得沸沸扬扬。你毁了我半辈子的心血，签字，给我滚！我不理，那女的就是狐狸精。王某，你涉嫌侵犯商业秘密及网络寻衅滋事，跟我们走。你家没打码，直接被全行业拉黑。女的进去了，男的背了一屁股债。看他刚才那寒酸样，这辈子算是翻不了身喽。种什么因得什么果，这一路走来斩断荆棘，我终究站在了我想在的位置。闲聊什么呢？里面空调冷，别感冒了。陈老板跟我八卦了一下老熟人的近况，那些不重要的人和事儿早就翻篇了，比起这个，什么？吃饭去了。我舅舅昨天还念叨，问我们什么时候办婚礼呢。陆总，工作时间请注意影响。在我的地盘，我就是规矩。走，带陆太太去吃好吃的。